伊姆亲自公开路飞的战力上限，已经是超越所有四皇的存在。在鬼岛屋顶击败凯多之后，路飞的赏金涨到30亿贝利，成为当今的4位海上皇帝之一，却被诟病只有海军大将级别的实力。虽然打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而不是靠着路飞自己的实力获胜。凯多经历过赤鞘9侠的围攻，又与四皇大妈对战5位超新星，还要拖着鬼岛对战果实觉醒大河。路飞获得了几轮补给才获得胜利，真正的战斗力明显比凯多差一个档次。而且凯多的生命卡也给出了说明，即便他败给路飞最强生物的称号依旧在。绿牛前往和之国也有点看不起路飞，都敢说能取下他的脑袋交给赤犬。不过从路飞掌握的技能看，战斗力比当今的海军大将强一些。见闻色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境界，武装色具备能从内部造成伤害的流音，霸王色也会最顶级的缠绕攻击，还有传说中的幻兽种太阳神尼卡果实，每一种都是当今最顶尖的本。抵达弹头岛对战 CP0 的司令官陆琪，开启太阳神尼卡形态，即便没用霸缠攻击，也能完虐同样使用果实觉醒的陆琪。还有对战海军大将黄猿，场面上一直占据上风，不管黄猿使用什么样的招式都毫无效果。后来又一个人对战萨坦圣和黄猿，虽然没能对萨坦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却给黄猿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，让其躺在地上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。其他4位五老星登陆弹头岛之后，都展示出非常恐怖的破坏力，也没能对路飞造成伤害，还让他逃离了弹头岛。伊姆在处决萨坦圣的时候，透露出当今路飞的战力上限。萨坦圣一再强调没能将路飞干，是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力量，表明自己的战斗力不足以对抗草帽小子。伊姆大人并没有理会他的说辞，直接来了一句为何会放走乔伊波伊，然后将五老星之一的土星萨坦圣当众处决。伊姆用乔伊波伊来称呼路飞，已经认可路飞比当今的其他4皇强大，能达到800年前对抗自己的战斗力水准。不过路飞还未表现出那么强悍的力量。神之天敌地之一族战斗力排名，赏金30亿的路飞只能排第6，英雄卡普也才排到第3名。第8名波特卡斯蒂艾斯，稍稍果实能力者，赏金5亿5千万，与大将亲至有过短暂交手，两人招式抵消没有分出胜负。对战大将赤犬，艾斯显得有些稚嫩，果实能力被完全碾压，最终胸口被岩浆拳头贯穿丧命，还落得个不会武装色霸气的误解。第7名特拉法尔加蒂瓦提尔罗，手术果实能力者，赏金30亿贝利。鬼岛一战，罗使用手术果实觉醒技能，联手基德击败4皇大妈。在圣者岛对战黑胡子海贼团，罗把黑胡子狠狠揍了一顿。当黑胡子发动暗暗果实后，罗彻底战败，海贼船也被完全摧毁。不过罗知道霸气能克制恶魔果实，对他之后的战斗力提升帮助很大。第6名蒙奇蒂路飞，幻兽种尼卡果实能力者，赏金30亿贝利。不管是霸气修炼，还是对恶魔果实的开发，路飞都达到了顶尖水平。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不过比香克斯的见闻色还有些差距。武装色学会最顶尖的流音用法，能从敌人的内部造成伤害。霸王色也掌握了最顶尖的缠绕用法，能匹敌罗杰和香克斯等顶级强者。路飞还将橡胶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。击败最强生物凯多之后，路飞成为真正的4皇，距离海贼王还差多远呢？第5名马歇尔蒂蒂奇，唯一的双恶魔果实能力者，赏金39亿9600万。在马林范多得到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一跃成为最顶尖的强者。经历过了结之战的马尔科曾说，黑胡子已经是他们无法匹敌的强者。不过黑胡子的战绩并不好，去九蛇岛抢甜甜果实，差点被汉库克石化，与特拉法尔加罗战斗，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也被打得满脸是血。黑胡子太依赖恶魔果实的输出，对霸气修炼太差会是他的弱点。不过黑胡子会吃下第3颗恶魔果实，霸气不强的缺点或许会被弥补。第4名蒙奇蒂多拉格，恶魔果实能力不详，被称为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。龙在罗格镇出场时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很可能吃了风暴果实。个人的战斗场景非常少，能让天龙人感到畏惧，战斗力至少在4皇级别。第3名蒙奇蒂卡普，没有吃任何恶魔果实，人送外号一拳超人。不是说卡普打人只用一拳，是很少有人能扛得住卡普的第一拳。赏金13亿7千万的马尔科被卡普一拳从空中击落，前海军大将亲至被卡普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蓝洞打入地底之下。卡普的实力上限在哪里？恐怕等到对战黑胡子才能体现出来吧。第2名戈尔蒂罗杰，手持无上大快刀艾斯，赏金55亿6480万贝里。罗杰是史上唯一的海贼王，就是对他战斗力强大的最好证明。不过罗杰对战卡普多年也未分胜负，两人战斗力的差距应该很小。第1名洛克斯蒂吉贝克，差一点成为世界之王的男人。关于洛克斯的介绍非常少，只有凯多提到过他会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洛克斯是罗杰与卡普联手才能打败的人，也证明他是最强的地质一族。海贼王1085话漫画正式更新，绿牛发现藤虎在做背叛海军的事，萨博被伊姆的普通一招打成重伤，飞叶是弗兰奇打败了一只巨大的螃蟹，他正指引海龟宝宝走向大海。剧情紧接上一话，寇布拉一脸震惊地望着虚空王座，伊姆对他说，我会告诉你2件事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回答。
吴老星就站在寇布拉两侧，摆出一副随时准备灭口的架势。寇布拉努力回想着往事，他好像记得伊姆就是最初的20位国王之一。伊姆让他快点闭嘴。现在的地质一族并不知道，他们就是天龙人的敌人，是莉莉在800年前的一个失误，才导致历史正文散落在世界各地。不过伊姆也怀疑是莉莉有意为之，故意让后人去探寻空白100年的真相。就在此时，吴老星拿出各自的武器，准备送寇布拉最后一程。伊姆认定答案就在莉莉留下的信件上，他逼问寇布拉寄信人到底是谁。寇布拉询问自己的命运会怎样，得到的答案是看见伊姆大人就必须死。他告诉在场的所有人，莉莉女王的全名是奈菲尔塔莉蒂莉莉。伊姆听到地之后非常愤怒，射出一道影子之箭贯穿寇布拉的腹部。就在此时，萨博跳了出来，朝着吴老星挥出一记火拳，又朝着空虚王座射出一道火柱，火焰被变成怪物的伊姆一口吞下。伊姆从空虚王座上爬了下来，吴老星也变成怪物模样，将萨博团团围住。重伤的寇布拉认出了萨博，还知道他就是路飞的哥哥。寇布拉告诉萨博，路飞是阿拉巴斯坦人民的恩人。萨博立马扛起寇布拉准备逃走，吴老星变成怪物紧追不舍。寇布拉清楚自己命不久矣，想请萨博帮一个忙，告诉路飞和微微，他们也是地之一族。萨博听完后一脸震惊，回忆小时候的艾斯想把地给自己，叫萨蒂博。影子之剑再次袭来，将萨博和寇布拉的身体贯穿。受伤后的萨博两眼泛白，口吐鲜血。寇布拉开始读莉莉女王留下的信件，声音被吴老星的吼叫声掩盖，只能听到要保护历史正文。在寇布拉的掩护之下，萨博成功逃脱伊姆和吴老星的追杀。此时吴老星发现有人正在偷听，是瓦波尔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。知道被发现的瓦波尔立马逃跑，惊慌失措，不知该往哪里逃。此时的世界会议大厅内，宣布寇布拉和瓦波尔将不会参加之后的会议。白星公主也在哥哥们的保护下很安全，老蔡和雷欧也逃离了玛丽乔亚。画面来到盘古城的另一个房间，微微被 CP0 的成员绑在椅子上，负责看守他的是曾经的 CP9 成员加布拉和卡利法。房间内还有其他的 CP0 成员。听到白星公主安全，微微也安心多了。加布拉告诉微微社交广场的后续，老蔡和雷欧痛扁天龙人后，说自己的草帽路飞的小弟藤虎表现出背叛海军的行为，阻止绿牛让奴隶们逃走。听完加布拉的话，微微好像在思考着什么，墙壁上好像出现了奇怪的动静。瓦波尔吃掉墙壁，突然出现在微微所在的房间，他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盘古城。微微趁机抓住瓦波尔逃走，等 CP0 的几位成员发现时，微微已经消失在他们所在的房间。在本话的结尾，瓦波尔和微微已经逃离盘古城，正好撞见了瓦波尔的妻子。最后是下周不休刊，盘点搞乱海贼王战斗体系的4个有矛盾的设定。第一个是大将与四皇的战斗力属于同一级别，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哪里传出来的，但从战斗结果来看并不准确。在顶上战争时，白胡子与3位海军大将都有交手，对战大将黄猿，重伤的白胡子被对方用激光正面击中。不过在白胡子未受伤前，黄猿使出大招8尺群勾玉，连与老爹交手的资格都没有。亲自用冰河时代冻住能毁灭马林范多的海啸，随后便被白胡子从空中击落。即使将白胡子完全冰封，亲自也表示自己无法将震动冰封，认定实力不如对方。在白胡子未受伤之前，赤犬只是嘴上调侃，却不敢正面迎战白胡子。等到老爹被大窝蜘蛛贯穿身体后，赤犬才敢跑出来与白胡子单挑。见到艾斯被杀，愤怒的白胡子彻底暴走，差点把赤犬的命留在马林范多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企图对乌塔出手，脑袋差点被香克斯拿走。还有4皇基本都会霸王色缠绕，不确定拥有霸王色的大将还能匹敌4皇吗？第二个是年龄会影响战斗力。赤犬重伤白胡子后强调，世界最强男人也逃不过岁月的侵蚀，不得不让人觉得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战斗力会随之减弱。作者尾田曾明确说过，年龄增加并不会影响战斗力。不过卡普在攻打蜂巢岛时却说，年龄大了，银河冲击的破坏力有明显下降。雷利去救汉库克后也说了，自己年纪大了，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。第三个是鹰眼与香克斯的实力相当，不知在何年何月何地，香克斯与鹰眼爆发决斗，据说是不分胜负，从此就有了鹰眼与香克斯实力相当的说法。不过两人的赏金差距却很大，香克斯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能一招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，还有瞬间移动和见闻色，即便是海军大将黄猿也能一招将其搞定。不过海军在介绍鹰眼的时候说，他的剑术甚至超越了4皇香克斯，难道说香克斯的实力能匹敌鹰眼？剑术造诣上却比鹰眼差一些吗？第四个是赤犬能一拳干掉4皇。曾经有海米询问作者尾田，赤犬的战斗力是不是超越了大将级别？尾田也给出了正面回答，赤犬确实很强，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大将，在海贼王中没人能扛得住他的一拳，可见4皇也应该打不过赤犬。尾田最后还补了一句，罗杰能勉强接住赤犬一拳，第2拳必定会重伤，这都是尾田在 SBS 中的玩笑话。赤犬的实力确实很强，相比香克斯还是差了点。果实能力越逆天，副作用就越大。这5颗神级果实的主人，战斗力被果实副作用严重拉低。第1颗是暗暗果实，黑胡子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知道暗暗果实的凶恶能力，宁愿触犯白胡子船上的铁律，也要杀害同伴萨奇抢走暗暗果实。凭借暗暗果实的无限引力，黑胡子一步步成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。不过暗暗果实的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就是受伤带来的疼痛感远超常人数倍，哪怕是受到一点点的小伤，都会让黑胡子感受到剧烈的疼痛。
与白胡子对战，胸口挨了一刀，黑胡子疼得满地打滚，喊爸爸饶命。好在老爹的身体达到了极限，才让黑胡子捡回一条小命。第2颗是毒毒果实，明明属于超人系行列，却像一颗自然系恶魔果实。麦哲伦仅凭借毒毒果实的输出，就拥有了准大将级别的战斗力，也是海底监狱最强的人。黑胡子海贼团对战麦哲伦，被一招秒杀。路飞和老沙等强者组建的越狱小分队，也被麦哲伦追着到处跑。不过毒毒果实带来的副作用，连麦哲伦本人也承受不住，会因为吸入呼出的毒气而腹泻，每天蹲马桶10个小时，严重影响战斗力。就问一个不用窜稀的麦哲伦，战斗力会比海军大将弱吗？第3个是手术果实，价值50亿贝利，也是海贼王中最贵的恶魔果实。不懂医术的人吃下手术果实，不会对能力者带来任何帮助。罗在明哥的安排下，从小熟读医术，对手术果实的开发非常完美，不仅能从敌人内部发动震荡攻击，还能让一个人达到永生。不过手术果实的技能太耗费体力，这也让罗的实力上限受到严重影响。第4颗是超人系橡胶果实，应该叫尼卡果实才更加准确。刚吃下橡胶果实后，路飞并没有展示出他传说级别的神级能力。从学会2档开始，路飞就在用消耗寿命的方式换取战斗力，4档的副作用更大，每次使用完之后都有10分钟不能用武装色。在路飞觉醒换兽种尼卡果实后，也会因为身体消耗太大变成小老头。好在心脏变成解放之骨能瞬间恢复，不过对寿命的消耗却没有减少。第5颗是阵阵果实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，也拥有损耗身体的副作用。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白胡子使用阵阵果实，展现出世界最强男人的实力。当时白胡子的年龄与卡普和战国差不多，可身体状态却有很大差距。阵阵果实消耗了老爹的身体，也是他丧命马林范多的重要原因。那个单刷4皇打残大将的赤犬，为何会主动向路飞认怂了呢？当年去奥哈拉执行屠魔令，赤犬秀了一波他所坚持的绝对正义。为了杜绝有学者偷偷逃跑，他命令部下炮轰平民所在的避难船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赤犬比青雉和黄猿机灵一些，没有正面对战白胡子。他利用斯库亚德与罗杰的恩怨，策反斯库亚德去暗杀自己的老爹。见到白胡子胸口被刀贯穿后，赤犬才敢跳出来与白胡子1对1战斗。一轮激战过后，赤犬趁着白胡子伤病复发，一记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胸口，回头还不忘嘲讽白胡子一句岁月不饶人，明摆着是调侃白胡子老了不中用。当路飞救出艾斯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快点逃离马林范多。赤犬并没有慌，他侮辱白胡子是时代的失败者，不敢与罗杰一较高下，成功激怒年轻气盛的艾斯，让对方留下来与自己爆发战斗。赤犬利用岩浆果实强于烧烧果实的优势，一记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，紧接着对发呆的路飞下手。盛平试图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被赤犬一拳打飞。马尔科与比斯塔也出动保护路飞，却忘记使用霸气，未能对赤犬造成伤害。白胡子见到艾斯被杀，彻底愤怒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赤犬的脑袋上。重新站起来的赤犬发动反击，用一招鸣狗打掉白胡子的半张脸。趁着白胡子伤病复发，赤犬再次发动猛攻，又一次重创白胡子的胸口。白胡子抓住赤犬跳到空中的漏洞，用出最后的力气将它打入地面之下。差点掉入大海之中的赤犬，靠着岩浆果实重新回到地面追杀路飞。伊万科夫试图阻挡赤犬的脚步，也没能挡住岩浆果实的攻击。好在克洛克达尔及时出现救场，用一招大漠之剑将赤犬的身体劈开。随后赤犬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残部，也没有放弃对路飞的追杀，直到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，赤犬才迫不得已停止攻击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辞去海军元帅，推荐大将青雉顶替自己。赤犬也想当元帅，他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赤犬打断青雉一条腿，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决斗的胜利。成为海军元帅后，赤犬开启世界征兵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大将，抽着雪茄骂吴老星是天龙人的走狗，完全没把5个老头放在眼里。不过在路飞进入和之国后，赤犬的表现有点怂，不敢让黄猿去和之国。得知路飞打败凯多之后，赤犬派遣绿牛去收拾残局，特意叮嘱绿牛不要招惹路飞，显然是认为他率领的海军依然不是路飞的对手，对自己在此时当上元帅也有一丝后悔。你知道卡普的面子救过路飞的命多少次吗？不要以为路飞没去当海军，卡普就对他不管不问。从路飞出海那一刻开始，卡普就在为路飞的生命安全着想。为了救回罗宾，路飞带领草帽团闯入司法岛，挑战世界政府的权威。靠着开挂一般的表现，路飞击败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路奇，带着同伴安全逃离，还让司法岛消失在屠魔令之下。卡普很清楚路飞捅了大篓子，立马跑到七水之都找到大孙子，当着众人的面公布自己与路飞的关系，还说出革命军首领是路飞的老爸。在草帽团离开七水之都时，卡普扔出几百个炮弹攻击，却一个都没有命中。他还告诉手下的人自己不会抓路飞。大弟子青雉听完后牢牢记在心里。在马林范多看到赤犬准备动手抓路飞，青雉立马出现用冰刀将路飞打飞，随后被马尔科飞过来一脚踹飞，也算是从赤犬手中救了路飞一条命。去恐怖3维帆船冒险，路飞击败了赏金3亿2千万的七武海莫利亚。世界政府命令另一位七武海暴君雄将草帽团的所有成员彻底抹除。暴君雄本是革命军的核心干部，也算路飞的自家叔叔。他放走了草帽团，
回到海军基地交差，被战国一顿臭骂。卡普在一旁强调自己的大孙子很低调，打败一位七武海不会到处炫耀。战国也是心领神会，没有再派兵抓捕路飞。随后，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揍飞天龙人查尔罗斯省，又闯入海底大监狱救哥哥艾斯，两件事让海军颜面尽失。身为海军元帅的战国指责卡普的家人太胡乱，又碍于卡普是海军英雄的面子，自己与贺婆婆不得不到处托关系保住路飞的小命。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抵达马林饭铎，卡普和战国立马说出路飞的身世，终将鼹鼠很不知趣，对着路飞一顿猛攻，气得卡普握紧拳头差点出击。好在黄猿懂人情世故，来到路飞面前，一脚将他踢到白胡子的手中。当路飞抵达处刑台时，战国立马开启大佛形态，一拳头将三档路飞打漏气。相比打黑胡子的一拳，完全不是一个力道。战国是给卡普面子，饶了路飞一命。前海军大将泽法虽然离开了海军，也算是卡普的老同事，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，立马停止攻击，一把将路飞扔了出去。如果不是给卡普一个面子，对海贼深恶痛绝的泽法必然会拿走路飞的脑袋。去愚人岛的时候，路飞嘴馋吃掉了四皇大妈的甜点，还扬言会打飞四皇。即便路飞提出拿宝藏来弥补，大妈碍于四皇的地位，一开始也没有答应。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，大妈稍微有点怂，让路飞来新世界找自己。本以为大妈会取走路飞的性命，殊不知她成为路飞称王道路上的最大帮手。路飞去和之国接山治回来，大妈送两个儿子陪路飞练级提升战斗力，不仅送上了手中的历史正文，还将用自己灵魂制造的宙斯送给了娜美。来到和之国后，大妈彻底化为草帽团的名誉船员，先是帮助路飞越狱，又在鬼岛战争中一拳搞定飞六包佩吉万以及贯穿飞六包乌尔提身体，被基德和罗打败之后，还带走了火前方以及凯多在鬼岛储备的炸药。目前卡普正在蜂巢岛对战黑胡子海贼团，削弱路飞最终敌人的战斗力，为路飞成为海贼王贡献最后一点力量。罗杰船上的那颗蛋到底是什么？尾田亲自表明他已经开始孵化。作为史上唯一的海贼王，罗杰留下了太多的谜团。早在38年前，罗杰途经神之谷，遇到洛克斯率领海贼团攻击天龙人，他选择与卡普联手击溃洛克斯海贼团。为什么救天龙人目前还未知晓。过了10年之后，49岁的罗杰患上不治之症，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得而知。有人说罗杰也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果实副作用让他的寿命缩短了。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罗杰与伙伴们放声大笑，还说了一句太早来到拉夫德鲁。是什么东西让罗杰放声大笑？等路飞找到 One Piece 或许才会有答案。在罗杰的船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蛋，直到罗杰将海贼团解散，也未公开那颗蛋到底是什么。有人说那是海王类的蛋，因为海王类是大海的霸主，弄一颗他们的蛋在船上，航行中能避免被海王类攻击。罗杰可是海贼王，不仅自己的战斗力强大，手下的同伴也都是强者，海王类在他们面前简直不堪一击，没有必要害怕海王类的攻击。也有人说那颗蛋孵化出了白星公主，当年罗杰海贼团前往愚人岛时，正好遇到海王类说他们的王即将诞生。几年之后，远古兵器海王出生，或许正是那颗蛋孵化出来的白星公主。最让人能接受的说法是，那颗蛋是3大远古兵器之一的天王乌拉诺斯。作为史上最强的海贼团，拥有一个远古兵器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在埃特沃尔对战金狮子海贼团时，金狮子邀请罗杰来当自己的小弟，还明确说了让罗杰带上能毁灭世界的兵器，一起去称霸整个大海。3件远古兵器之中，海王波塞冬已经确定就是人鱼公主白星，冥王普鲁托有过介绍，是一艘巨大战舰，目前就埋藏在和之国海面下。天王乌拉诺斯是什么？还没有准确答案，是那颗巨大的蛋也有可能。世界会议过后，伊姆出动了神秘武器，数以万计的激光束从天而降，瞬间将陆路西亚王国夷为平地，很有可能就是远古兵器天王乌拉诺斯。关于罗杰船上的蛋是什么，也有不少粉丝去问了作者尾田，他在罗杰的生命卡中回答说，那颗蛋一直都在罗杰的船上，当年罗杰离开海贼团时，蛋还没有开始孵化，那之后如何呢？尾田这是在卖关子，表明那个蛋已经开始孵化，但是没说出来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路飞成为海贼王后，开宴会时会把那颗蛋吃掉呢？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篇章，依旧有5个恶魔果实未公开名字。第一个当然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的恶魔果实，当年他在罗格镇登场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下起暴雨，还伴随着电闪雷鸣。就在路飞被巴基处刑时，多拉格操控闪电命中巴基，也救了路飞一命。在帮助路飞逃跑时，多拉格制造出超强的狂风，岩石都无法抵御。不难得出多拉格所吃的恶魔果实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。有细心的海米发现，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，因此推断出多拉格很可能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从凯多能制造狂风雷电来看，多拉格也可能吃了特别的幻兽种果实。第二个波尼的恶魔果实，他在香波地群岛登场时，能将自己变成小女孩，也能将海军变成老头和小孩，并且让他们拥有对应年龄的身体机能。不难确定波尼吃了超人系果实，具体能力就是改变人的年龄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。遇到霸气强大的敌人，等同没吃恶魔果实。也难怪黑胡子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弱，只愿意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。第三个是怪僧乌尔基的果实，能将自身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和体积，受到的伤害越大，身体巨大化和力量的增加也就会越大。从乌尔基被黄猿重伤来看，
吸收伤害应该有上限，达到一定限度也会丧命。对战和平主义者时，乌尔基嘴里念叨着因果报应，难道说他吃了因果果实？这颗果实对他的实力提升很大，拿1亿多的赏金击败过赏金6亿的第4将星。第4个是革命军北军副队长吉隆的果实，他出场时嘴里在吃着望远镜，具体能力目前还不好判断，应该也属于超人系的一种。从吉隆强悍的外形来看，他的果实应该不简单。瓦尔波所吃的吞果实与吉隆的能力差不多，不过瓦尔波能吞的东西大，制造出来的事物也多，很有可能是吉隆所吃果实的上级果实。第5个是拉斐特的恶魔果实，作为难美的最终对手，拉斐特从出场开始就表现得特别神秘，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玛丽乔亚，还敢当着战国和七武海的面出来说话。陪同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，拉斐特身后长出一双翅膀，能在空中飞行，还有催眠能力，让敌人按照自己的命令做事情。暂不确定催眠能力来自恶魔果实，不出意外，拉斐特也是吃了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，应该还有其他特殊的能力。击败炎灾进登基地狱之王的索隆，距离世界第1剑豪鹰眼居然还差3种技能。当年在东海遇到鹰眼，索隆略显无知的上前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。不过索隆作为剑士的气魄被鹰眼认可，允诺索隆在世界最强的位置等他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索隆为了变得更强，向鹰眼拜师学习剑术。在2年的修行中，索隆失去一只左眼，也获得了深不见底的战斗力。来到和之国，索隆归还黑刀秋水，取而代之的是玉田身前的佩刀研磨。妖刀研磨能擅自释放使用者的霸气，等同让索隆掌握了武装色高阶用法流鹰，即便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，也能使用9刀流最强技能给凯多留下一道伤疤。对战最强大看板炎灾镜，索隆在绝境中觉醒霸王色，击败炎灾镜登顶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达到11亿1100万贝利，相比鹰眼的35亿9000万差距还很大。在战斗力方面，索隆与鹰眼依旧不在一个级别，至少差距了3种核心技能。第一种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索隆是觉醒了霸王色，从与镜的战斗来看，并没有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鹰眼是否拥有霸王色，也没有准确公布出来。不过鹰眼作为世界最强剑豪，赏金已经达到了4皇级别，外加他能与香克斯一较高下，显然可以说鹰眼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凯多对路飞说过，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索隆会是其中一位吗？第二种是自己打造一把飞刀，索隆虽然拥有3把配刀，但在品阶上比鹰眼差很多。鹰眼的配刀叶不仅是一把黑刀，还是一把无上大快刀。索隆只要打造出一把黑刀，才能在装备上与鹰眼有一较高下之力。不过索隆已经掌握了打造黑刀的方法，拥有属于自己的黑刀只是时间问题。刀的品阶不是固定的，随着索隆战斗力的提升，将3把刀提升到无上大快刀行列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第三种是随意挥砍的剑术，索隆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对剑术的提升确实很大。在德岛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，劈开巨大石像的操作让众多强者感到震惊。在和之国对战超新星阿普，索隆也是手起刀落，一招一刀流秒杀对方。不过在劈砍藤虎召唤的陨石时，索隆只能达到将陨石劈成2半的程度。鹰眼只是单手拿刀，随意挥砍几下就能将陨石切成无数个碎片。索隆何时能达到随意挥砍陨石的程度，才有机会成为世界最强剑豪。战国与贺婆婆去蜂巢岛支援卡普，鹰眼和老沙加入 One Piece 争夺战。萨博躲过天王的攻击，回到革命军基地公开鹰母真容。海贼王1082话超详细情报已经更新，标题是去拿下 One Piece 吧。本话的开篇是一则报纸信息，海军替补被民众杀害换取十字工会的赏金。战国与贺婆婆在讨论替补被杀害的事情，也强调十字工会的威胁越来越大。随后战国询问提奈卡普去了哪里，他想让卡普尝尝新口味的烤年糕片。提奈告诉战国，卡普已经离开基地好几天，据说是去救克比了。而且 Sword 队部中的孔雀也和卡普在一起，应该也去了蜂巢岛。战国与贺听到后表现得非常震惊，不出意外他们会去蜂巢岛支援卡普。画面转到十字工会所在的卡莱巴里岛，巴基正在给杀害替补的人发钱，十字工会的海贼船也在建造中，船头是巴基的头像，因此巴基又被鹰眼揍了一顿。老沙告诉鹰眼，他想利用十字工会完成理想乡计划，打造一个军事化国家，不会受到任何势力的威胁。鹰眼给老沙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建造理想乡还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才能实现。听完老沙的计划后，巴基立马站出来反对。他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，当年罗杰被处刑后，香克斯邀请巴基当伙伴，并告诉巴基自己不会找 One Piece。其实巴基很希望香克斯能继承罗杰的事业，成为下一个海贼王。巴基很清楚自己不是香克斯的对手，也放弃了去找 One Piece 的梦想。回忆过后，巴基告诉鹰眼和老沙，他与香克斯的称号一样，也要去当海贼王。老沙和鹰眼听到后立马表示反对，他们不想对抗香克斯、黑胡子以及路飞。不过巴基却告诉老沙和鹰眼，当海贼王不需要打败他们，找到 One Piece 就可以。就在此时，巴基拿起电话重向所有人宣布，他即将参加 One Piece 的争夺战。十字工会的人听完非常兴奋，看来鹰眼和老沙不得不与四皇展开战斗。难道真的像海米推测的那样，巴基曾经说要当海贼王的牛批要成真了？画面转到革命军的基地，军队长们见到萨博安全归来，表现得非常高兴。萨博告诉同伴们，在天王抵达露露西亚王国的时候，他已经乘船离开了，天王的攻击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，露露西亚王国的居民也很安全。
随后萨博带着军队长们来到会议室，他告诉龙会把发生在玛丽乔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萨博看到伊姆的模样也会公开了。烧伤男的身份确定是罗杰海贼团的成员，世界第一剑豪出手攻击海军大将绿牛。海贼王1082话国外泄密情报已经更新，第一条是烧伤男的身份公开，情报师给出一张罗杰背后燃烧火焰的图片，不难确定拿着最后一块路标历史正文的人就是罗杰海贼团的成员。只有罗杰找到过4块路标历史正文，他的船员是烧伤男也非常合理。拉斐特曾经说过，烧伤男驾驶着一艘黑色的船，能制造巨大的漩涡。在埃特沃尔对战金狮子的时候，罗杰海贼团一度被逼入绝境，却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，将金狮子海贼团的所有船只吞没。或许制造暴风雨的人就在罗杰海贼团，正好与烧伤男制造漩涡对应上。也有不少海迷推测说，烧伤男就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他的海贼船在东海有过出场，从远处看也是黑色的，而且龙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制造巨大的漩涡不在话下。龙的脸上有卡普的鞋底印，看起来和烧伤的疤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第二条是世界最强剑豪鹰眼出手，攻击了海军大将绿牛。情报师的原话是1082话非常适合炒作，与前面几话的内容一样情报，对鹰眼的粉丝来说非常值得期待，但是对海军大将的粉丝不太友好。十字工会一直在猎杀海军，把目标定为海军大将，确实有点冒险。不过十字工会有鹰眼和克洛克达尔，海军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猎物。在前面几期漫画中，有香克斯秒杀赏金30亿基德的画面，也有海军英雄卡普展示真正实力，玩虐前海军大将亲至的剧情。目前海贼王中的顶级强者，也就鹰眼一个人没有展示过真正的实力。作为能匹敌4皇香克斯的人，鹰眼对战海军大将绿牛，不能说完全碾压，至少在场面上不会打得很被动。情报说对海军大将的粉丝不友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鹰眼对战绿牛是一边倒的情况，绿牛被狠狠锤了一顿。第三条情报暗示了卡普的情况，他的结局可能不是那么好。虽然说卡普在蜂巢岛展示了碾压级别的实力，玩虐了大将亲至一顿，但黑胡子海贼团还有4名干部没有出手，其中就有吃了隐身果实的溪流。如果他站出来偷袭卡普，外加其他3位干部一起围攻卡普，即便黑胡子不敢回蜂巢岛，卡普想要带着克比离开也非常困难。关于卡普的安危不用太担心，目前云雀也在蜂巢岛，克婆婆和战国不会让他有危险的。本周因何刊没有漫画，泄密者提供的情报是真是假请自行判断。尾田公布最适合娜美吃的恶魔果实，只要吃了它，娜美的战斗力就能超越索鲁。刚加入草帽团的时候，娜美被评价为草帽团最弱的3个人之一，另外2个分别是狙击手乌索普以及宠物船医乔巴。不过乌索普拥有霸王色运气，每当草帽团陷入绝境之时，乌索普都能挺身而出，靠着莫名其妙的方式拯救所有伙伴。乔巴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，靠着蓝波球掌握6种变身用于战斗，还拥有比恶魔果实觉醒更加稀有的果实暴走，对战斗力的提升非常大。虽然乔巴只有1000倍利的赏金，却拥有对抗赏金超10亿海贼的实力。娜美很清楚自己的战斗力非常弱，为了帮助路飞当海贼王，她必须变得更强。于是娜美找到了好闺蜜乌索普，让对方帮自己做一件武器战斗。乌索普给娜美做出了天后棒，本来是用于活跃宴会气氛的道具，却被娜美开发出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，第一次使用就打败了妹双手指。后来天后棒经过几次加强，也拥有了能自由伸长缩短的能力。进入蛋糕岛接山治的时候，娜美将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，能释放超强的雷电攻击，即便是4皇大妈也被一击打倒在地。来到和之国后，大妈对宙斯彻底失望，创造了新的霍米兹赫拉将其替代。就在赫拉吃掉宙斯的前1秒，宙斯的灵魂进入天后棒之中，也让天后棒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，可以按照宙斯的意愿变成任何形状攻击。即便娜美没能命中目标，宙斯也会控制雷电，直到命中敌人才会停止。赏金4亿倍利的飞6包乌尔提就倒在了全新的天后棒之下。尾田在 SBS 中回答读者问题时，透露出娜美很有可能变成最强的人。当有粉丝询问索隆等人如果是能力者会吃下什么果实的时候，尾田的回答是，索隆会吃下鱼与果实青龙形态，也就是凯多的恶魔果实。乌索普会吃下口袋果实，身上有无限多个口袋，用来装一些骗人的东西。弗兰奇会吃下武器果实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变出任何武器，好像有点多余了。溪流吃了透明果实后，山治只能吃下游泳果实，可以穿过墙壁去某个地方看看。娜美会吃下响雷果实，变成无所不能的雷电人，这样娜美就会成为最强的角色。索隆和山治都不会是他的对手，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娜美的能力就会无效。不过娜美已经得到宙斯，自由操控雷电不是问题，再也不是草帽团的3弱了。亲至轻松秒杀黑胡子海贼团3位干部。蒂奇打败罗之后想要吃下手术果实。海贼王1081话超详细情报已经更新，卡普用一招海底落下轻松干掉大将青雉。本话的开头紧接上一话，青雉突然出现在蜂巢岛，他用动果实的能力冰将贺婆婆的孙女云雀冰封住。科比见状之后，立马跑去帮助云雀解冻冰块。青雉一个人来到卡普身边，他询问卡普愿意杀掉自己来拯救科比吗？随后青雉又补了一句，我知道你总是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也是我追随蒂奇的原因。可以确定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不是当卧底。面对青雉的调侃，卡普只是说了一句，我以为我教过你要活在当下。两人爆发战斗之前，有一段青雉与黑胡子海贼团相遇的回忆。
在元帅争夺战中失败后，青雉来到一座无名小岛的酒吧，他兵封住了圣胡安恶狼、瓦斯克肖特以及毒 Q。黑胡子海贼团的其他成员也来到了酒吧，他们与青雉一起喝酒。拉斐特告诉黑胡子，不如把青雉杀掉，拿走他的洞洞果实给伙伴们使用。青雉听到后变得愤怒起来，立马做出准备战斗的架势。黑胡子没有听从拉斐特的话，他向青雉道歉，并邀请对方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随后，黑胡子询问青雉关于烧伤男的事情，据说那个人有最后一块路标历史证物，他还能制造巨大的漩涡，让敌人的船只沉入大海。溪流表示烧伤男或许在为世界政府工作，只要他们保存一块路标证物，任何人都无法找到 One Piece。青雉强调不认识烧伤男，自己也只是在奥哈拉听说过历史证物，而且奥哈拉并没有出现过红色石头。回忆完结之后，青雉使用冰球向卡普发起进攻，却被卡普轻松化解。卡普顺势抓住青雉的头，使用一个新招式海底落下，将青雉的身体和地面砸得粉碎。青雉也顺势落入地面之下。画面来到圣者岛，此时的罗已经被黑胡子完全打败。黑胡子用血在罗的脸上画画，他很犹豫是吃下手术果实，还是将它卖掉。就在此时，贝波吃下毛皮族的特效药，变成月亮狮子形态。当黑胡子夺走手术果实的时候，贝波偷袭了黑胡子，带着罗跳入大海之中。红心海贼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战败，极地潜水号也被黑胡子海贼团完全摧毁。此时旁白显示，在圣者岛，赏金30亿的特拉法尔加罗和红心海贼团被击败。索隆一生经历过4次豪赌，俘获2位大美女的芳心，战斗力也连升了3级。2年前在谢尔兹镇，索隆与路飞第一次相遇。当路飞邀请他做伙伴时，索隆起初是拒绝的，原因也非常简单，就是不想当海贼。当得知自己将被处刑后，索隆不想放弃与好友古伊娜的约定，他决定赌一次，相信眼前戴草帽的小鬼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船长。2人联手击败腐皇蒙卡后，驾驶一艘小破船开启追寻梦想的航行。索隆这一次赌对了，有路飞主角光环的庇护，他的成长也是一帆风顺。在海上餐厅巴拉蒂，索隆向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发起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，手中的2把刀断裂，胸口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为了更换配刀，索隆向娜美借了10万贝利，来到罗格镇的武器店。在店铺的拐角处，他找到了3代鬼彻，为烈良快刀50弓，还是一把妖刀。索隆将3代鬼彻抛向天空，用一条胳膊为筹码，赌自己能征服这把妖刀。这一次索隆又赢了，靠着强悍的气魄收服3代鬼彻，对战斗力也有所提升。一同被征服的还有美女达斯奇，她或许是最有可能嫁给索隆的人之一。武器店的老板也被震慑住，将镇店之宝名刀雪走送给索隆。不过雪走陪伴索隆的时间不长，去司法岛救罗宾时被秀秀果实腐蚀断裂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2次豪赌，不仅收获了爱情，战斗力也连升2级。为了夺回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。2人激战正酣之时，索隆听到美女的求救声，他果断出手救下了日和与小男子。在与基拉对战时，索隆被牛鬼丸背后偷袭，肩膀也被基拉用镰刀贯穿。好在索隆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同为超新星的基拉秒杀。昏迷后的索隆被日和带到破庙之中，连同小男子美美睡了一觉。事后日和恳求索隆将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自己会送上玉田留下的配刀研磨。得知研磨曾经砍伤过凯多，索隆也决定赌一次，答应将黑刀秋水归还。索隆这一次可谓赢麻了，研磨能释放霸气，让他的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。同时日和也送上了芳心。在索隆昏迷时，日和可谓是全方位的照料。在鬼岛屋顶对战双四皇的时候，面对凯多和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，索隆决定赌一次，用自己的身体阻挡，为其他4个人逃走争取时间。差点丧命的索隆成功了，作为代价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，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状态，也为索隆觉醒霸王色垫底了基础。青雉为何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一直是海米热议的话题。有3个细节能证明青雉在黑胡子身边做卧底，而且卡普去攻打蜂巢岛就是他提供的情报。为了将4皇凯多拉下马，路飞和罗在冰火岛组成同盟，他们毁掉了庞克哈萨德制造赛的实验基地，还抓走了科学家凯撒。多弗朗明哥得知此事后，把所有的愤怒释放在海军身上，释放霸王色秒杀一群海兵，又将斯摩格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顿。就在明哥要干掉斯摩格的时候，青雉突然出现，将明哥瞬间冰封。事后青雉告诉斯摩格，他所坚持的正义没有变，辞去海军大将的职务更有利于完成目标。青雉还嘱咐斯摩格，让他回去告诉赤犬，必须派兵去德雷斯罗萨。陆罗联盟与明哥的冲突将会是赤犬当上元帅遇到的最大危机。从此也能看出，青雉还在替海军着想，即便丢掉一条腿，也没有记恨赤犬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海军中的特殊部队海巫登场，科比就是其中的一员。极恶世代中的超新星德雷克，居然是海巫部队中的一名队长。黑胡子在九蛇岛没有得到甜甜果实，顺手把科比抓回了蜂巢岛。他想利用科比是海军英雄的身份，逼迫世界政府让他当蜂巢岛的国王。青雉却告诉黑胡子，最好还是放弃，因为科比是海巫的成员，海巫由一群提交过辞呈的海军组成，可以不接受海军元帅的命令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向四皇发起进攻。严格上说，海巫并不是海军的一部分，
听完海巫的介绍后，才发现青雉的情况完全符合海巫成员的特点。还有一件事能反映出青雉与卡普一直存在联系。香克斯对战基德海贼团的时候，特意问了同伴黑胡子的下落，他们只知道黑胡子离开了蜂巢岛，却不清楚黑胡子去了哪里。不过海军已经掌握了黑胡子的动向，知道他已经抵达圣者岛，为了抢夺历史正文，正在与罗的红心海贼团战斗。是否可以推测是青雉把黑胡子的行动告诉了海军营？还有卡普去蜂巢岛救科比这件事，也让不少海迷觉得很不合理。一个老头带着几个小兵，为何敢去对抗整个四皇海贼团？作为能对抗罗杰的强者，卡普不会打无准备的战斗。既然敢带着贺婆婆的孙女去救科比，也是有把握能确保她的安全。可见卡普在去蜂巢岛之前，已经确定了黑胡子不在大本营。如此来看，青雉的确是卧底，黑胡子的行踪也是他告诉卡普和赤犬的。